和宋野相恋3年，他在万千亲友的见证下向我求婚，承诺会永远把我宠成小孩。我笑着答应。婚后3年，他却不耐烦地扔下发烧的我去陪白月光。阿和还是个小姑娘，需要人照顾。你已经不是小孩了，能不能独立一点？后来，我终于学会了独立，离婚投入了他人的怀抱。他却发疯地擒住我的手，眼红道：“小孩什么时候回家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”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接到许和电话时，宋野从容的脸色发生巨变。阿和，你在哪儿？别做傻事。他的声音很稳，可他手抖得连车钥匙都拿不住。好好好，你就在那等着，我马上来。伴随着钥匙落地，我的心也瞬间跌落深渊。他立即弯腰想捡起钥匙，我拉住了他的手。宋野估摸此时才想起旁边还有一个我，因为我的动作，他的脸色有些难看，应该是觉得我在阻止他吧。我很是无奈的笑笑，松开拉住他的手，先把我送到医院，你再去。我发高烧，烧了1天。他推掉宴席赶回来，就是为了带我去医院。结果许和一个电话就让他忘了我的事情。暖暖，阿和他心情不好，现在就孤零零坐在阳台上。我担心。宋野有些为难，可他面对门口的脚尖，还是在告诉我，许和需要他，而我呢，无非就是一个小小的发烧，又不是断手断脚，难道不能自己去医院吗？我没等他说完，直接打断：“去吧，我自己会开车去医院。”见我同意，宋野悄悄松了口气，似乎再也没了顾忌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直至消失，都没有回头过一次。终是伸手取下了手里的戒指。许和是宋野深藏在心底的白月光，得不到越想要。大学时为了追求他，花粉过敏的宋野熬夜做了1宿的超大花束。不善厨艺的他，为了许和能吃上早八热乎乎的早餐，早起2个小时，烫得满手泡。可最后，许和还是抛弃了他，选择一个富二代。不管宋野如何挽留，他毅然决然地随着男友出国。当时的宋野陷入低迷很长一段时间，一度自轻自贱。我没有像小说里写的那样，在他低迷时出现救赎。相反，我遇见宋野的时候，他早已走出那段痛苦中。他成熟自信，稳重内敛，将我从刚毕业、愚蠢无知的大学生群体中解救，教我成长，帮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许和是1年前回的国，她被所谓的富二代男友骗婚，骗光她所有的积蓄，就出轨家暴她。许和一气之下把丈夫捅到重伤住院，而宋野是她的代理律师。在我得知许和这个人时，他一再跟我保证，现在的他只是一个需要解救的客户。真是如此吗？可宋野作为金牌律师，一个被骗光积蓄的许和，又如何付得起他那高额的代理费？胜诉后，许和被小三找人恶意报复，晕倒在家中。多亏及时赶到的宋野将他送去医院，紧接着他就查出有轻微抑郁症。我亲耳听到深夜躲在阳台上打电话的宋野说：“只要是你就值得。”今天是宋野律所的周年年会，他想叫我去见识一下他的风采，结果我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短信也没回，好不容易打通，却得知我已经烧了1天的消息，急匆匆赶回来，又急匆匆离开。只不过来的是因为我，去却不是。我发烧烧的手头上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勉强支撑着开车去最近的医院。刚下车我就一阵眩晕，紧接着直接倒地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意识丧失前，我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大衣的人朝我奔来，
再次醒来，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。手机里没有任何一条宋野的未接来电和短信。还在出神之际，有人推门进来。周芷，曾经宋野最要好的哥们，后来不知怎的，两人突然闹掰断了联系。他进来后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还有哪里不舒服的？都烧成，还敢一个人开车？温暖，你可真是心大。我没有把宋野昨天的所作所为说出来，只沉默了一会，慢慢抬起头来。总的来说，多亏你及时发现，谢谢你，温暖。我们之间已经陌生成这般田地了吗？我假装睡觉没有回答。等周芷一走，我立即唤来护士，调快了输液器，光速输完液离开，跟公司领导请了假。我直接驱车到朋友的律师，见我到了，何欢迎我坐下，直接递过来一份离婚协议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何欢从业多年，我的事他也清楚。没有，谢了。对，没错，我要离婚。握不住的男人，不如扬了他。我到家的时候，宋野并不在，家里依旧呈现着我走之前的摆设，看来他是一夜未归。我掏出手机，不是给宋野打电话，而是联系货拉拉上门。这个家里其实属于我的东西，也就是几个大件。从上个月开始，我就已经在陆陆续续搬走我的东西。至于零碎的物件，最好的归所就是垃圾箱。一切安置妥当，我换上一条红色的长裙，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宋野是天色昏暗之后回来的，打开灯，见我穿着裙子坐着，他愣了一下：“怎么了吗？有啥好事让你都穿上裙子庆祝了？”我淡漠地转过头：“对呀，庆祝我今天搬新家。”什么意思？我眼神示意他看向桌上的一堆白纸。离婚协议，你签字吧。宋野猛地皱起眉，烦躁地扯了扯脖梗间的领带。温暖，能不能别闹了？我已经2天1夜没睡，没工夫陪你玩。我习惯性手指成拳，捏了捏，才让上涨的情绪平复下去。我没跟你闹，我们离婚。你看看，要是没啥问题，就签了吧。宋野伸手压在鼻梁上，语气有些不耐：“温暖，你不就是气我昨天没陪你去医院吗？你不是小孩子了，拿着离婚这种事来引起我的注意，幼不幼稚？”他一贯如此，觉得我还是那个刚毕业、什么都不会、什么都不懂，只能依附他的温暖。如此的话，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。从最开始的难过自责，到生气恼怒，最后是现在的云淡风轻，习惯了，也不想再受了。我站起身，拿起离婚协议递到他面前，多说无益，签字吧，温暖。他低吼着：“不要再使小孩性子，没了我你能去哪？我要真签了你，可别后悔。”我坚决地把协议又推进几分，冷漠地看着他。宋野有着自己的骄傲，做不出会拉低他高傲头颅的事。他粗鲁地夺过离婚协议，直接翻到最后一页，签下自己的名字，随后丢还给我。滚！我和宋野是在一场招聘会上认识的，那时候我刚刚毕业，每天奔波在各大招聘会上，迫切地需要一份温饱的工作，却四处碰壁。在失落之际，撞上去招聘会巡查的宋野。他看到我那红扑扑、泪珠打转的眼眶，递上纸巾：“年轻人，这个社会机遇很多，不懂欣赏，你是他们没眼光。”我接过纸巾，看着他的背影，轻轻说了声谢谢。3个月后，我成功进入他所在的公司。在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被公司同事压榨，悄悄躲在茶水间哭。他站在门口：“怎么每次遇见你，你都是这副模样？又哪受委屈了？”我回头，当时的宋野逆光而战，棱角分明。从那天起，他作为部门经理，亲自带我，教我人情世故，指正我的不足，
有宋野在，我不用担心会做错。他每次都会轻笑地看着我，不错，很棒哦，继续加油。我非常依赖他，他温柔耐心，就算很忙，也总会抽时间用在我身上。他用了1年时间带我，我就用1年追他。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，他辞职和朋友合开了一家律所。1年后，我们领证结婚。从相识结婚，如今已经6年，我们甚至都没等到所谓7年之痒，就已经走到曲终人散。好在我也没啥留恋的。前几年我唯一的亲人已经离世，在这座城市我无依无靠，如今离婚了也没人可以分享。哦，不对，我还有合欢。刚这么想，他电话就打进来。怎么样？他签了没？没签也没事，虽然我没他名气大，但是真上诉我不会让你输的。听到他的声音，我轻笑，签了。你可以准备给我庆祝一下了。芜湖，没问题，庆祝你终于摆脱老男人的控制。合欢这话没毛病。宋野大我5岁，或许是这个的差距，亦或许是他长期掌控着我的缘故。他总是拿我当小孩，心情好的时候就随意迎合2句，赏颗糖吃；心情不好，就像呵斥小孩那般。可他总用在我身上的一句话却是：你已经不再是小孩了。等我到民政局的时候，宋野已经在了，身边还站着一脸病态的许和。见我走过来，他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听阿野说你们要离婚。暖暖，我想你可能误会我们什么了。我和阿野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他是我自己顾不过来，才会时不时帮衬我一些。如果真是因为我让你们不愉快了，我会懊悔死的。说着还慢慢上前，伸出手想要来拉我。这位姐的功力，我已经不是第1次领教了，真是好笑。嘴上一副哄小孩示弱的语气，脸上眼中却充满着挑衅得意。我轻轻勾起嘴角，哦，那你去死吧。什么？去死呀？你不是说要懊悔死吗？许和一僵，意外我没按套路出牌。不过他反应很快，连忙转身去拉旁边的宋野。阿爷，你快去轰轰暖暖，别让他继续生气了。宋野顶着那张死鱼脸，依旧是那句能被预料到的话，他又不是小孩，还需要人哄吗？果然，阿爷是我的错。要是我没回国，你们根本不会变成这样。有这姐的觉悟真高。阿和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是他。我不想再看这2人上演什么深情戏码。停停停！我今天不是来看你们演痴男怨女的，咱们赶紧去办手续行不行？还有许小姐，我跟你没有熟悉到什么地步，别叫得这么亲密。宋野脸色瞬间阴沉下去，低斥道：温暖，你的教养都被吃到肚子了。突然一股子没来由的烦躁油然而生。宋野，我们已经协议离婚了，你没资格再来对我说教。说完，我直接抬脚进了民政局，无药可救。他还是那样一副掌舵者的姿态。整个流程下来，直到工作人员盖上钢印，我没再说一句话。接过离婚证，我转身要走，宋野在背后说：你的东西赶紧给我收走，别影响到阿和搬进来。我没回头，平静地回应：你没发现吗？那个屋子里早就没我任何东西了。宋野没能发现，其实也不难理解。我们结婚的第2年，他就基本不怎么到主卧睡觉了。他给出的理由是：我每天早出晚归，怕影响你休息。我也需要一些个人的工作空间。当时的我还是很依赖信任他的，我没说什么，甚至还热忱地打通一间房间和书房连接，方便他办公后休息。从那天起，尽管他还是会来主卧和我发生关系，但事后就会干脆地离开。很多次我想挽留他陪我，他只会摆出一副教育小孩的模样。暖暖，我很忙，
别无理取闹。再到后来，甚至在家里都见不到他几次。他说他忙，律所事情多。有次我专门烹了鸡汤送去给他补补身子，刚走到他办公室门口，就听到他合伙人问：这段时间都天天泡在律师，你老婆不会生气吗？还是多回家陪陪老婆，律所的事情不急于一时。我听到宋野的声音，不想回去陪小孩，反没了这一纸的束缚。许和直接腕上了宋野的胳膊：阿野，那今晚我们去吃一家新开的潮汕菜吧。我瞥了一眼，转身离开，开车发动回家。这个世界终于安静了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，心中的那块大石被猝然揭掉。我放纵地将自己抛进被窝里，享受片刻的舒懒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被手机铃声吵醒。宋野，我没有理会，直接挂断拉黑。想想也不会是什么好事，没必要来影响我的心情。以我对宋野的了解，我这么一遭，估计就形同陌路，老死不相往来了。可事实说明，我还是不太了解他。彼时我正在跟何欢约饭，到了店里，竟然看到一个人独自出来吃饭的周芷。要说我和周芷，其实也没啥特别的事。宋野给我引荐，认识了周芷。不同于宋野的温柔假面，他看起来高冷淡漠，实际是个嘴贫毒舌的人，还贼能接梗。无论我说什么冷爆的梗，他就能给我圆回来。久而久之，我和他的关系自然而然地熟络起来。恰好当时的我正在疯狂追求宋野，想让他给支招。结果他一听说我的来意，就冷下了脸。无论我好说歹说，他都没松口，甚至一直明里暗里说我和宋野不合适。深陷温柔谜团里的我怎么能听得进去呢？反而还因此疏远了距离。自我和宋野结婚后，就再也没见过他。听宋野说，他出国了。如今的周芷，经过时间的洗礼，愈发稳重成熟。猝然遇见我，有些拘束，他却十分自然大方地跟我打招呼，一股子熟悉的气息瞬间回笼。我向他表达了对于上次的感谢，他温和地笑着询问我的身体恢复得如何。我们如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聊天聊地，甚至我都没察觉到何欢是什么时候不见人影的。聊到我的工作，他听到我已经当上公司区域负责人的时候，很是惊讶。他笑着说，没想到当年那个只会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跑的小姑娘都这么厉害了，真棒，让我刮目相看。为了和宋野并肩，不再需要他给我收拾烂摊子，不管再苦再难，我都咬着牙往肚子里咽。我卯足劲往上爬，而在宋野眼里，我永远是那个无用只会哭鼻子的小姑娘。甚至从我第一次升职开始，他的反应一直是：我走后，公司已经无可用之人，沦落到要提拔你了吗？你确定你不会把团队带废了吗？从周芷的眼神中能看出，他是真的为我开心，给予我很大的肯定。而就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一个陌生电话刚接通。温暖，你胆子真大，敢拉黑我。我沉默了几秒，有什么事吗？就是想告诉你，家里还有一些你的包包、首饰、口红，赶紧来解决掉。那都是你出钱买的，就当我送给你阿和的欢迎入住礼吧。宋野的声音突然有些烦躁。温暖，我跟阿和没什么关系，你怎么总这么阴阳怪气？隔着屏幕，我直直翻了一个大白眼。周芷很有分寸的起身要去结账，起身的时候却不小心碰倒了碗里剩下的残羹，一小碗汤汁瞬间染上我和他的衣角。他急忙抽了纸巾来帮我擦拭。抱歉抱歉。电话里的宋野沉默了一会，语气冷了下来。你跟谁在一起？此刻的我已经有些烦躁。你管得着吗？宋野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
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周芷结完账，在不远处站定，见我打完了，上前几步递来湿纸巾。我摇摇头，我没沾到多少，主要是你的衣服。他不在意的随手拍了拍，没事，小问题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和宋野真的离婚了？我看向他轻笑，咋了？就这么不相信我能做出这个决定吗？周芷看了我许久，随后他极为认真地说：“我相信。”我以为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却不想宋野却发疯了。一个堂堂金牌律师竟然换着电话来轰炸我，甚至找到了我新搬的小区门口。我刚从周芷的车上下来，只见一道黑影速度极快地打上周芷，没设防的周芷硬生生吃下这拳。周芷，你懂不懂什么叫朋友之妻不可欺？我冲过去推开宋野，你要干嘛？发什么神经？宋野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你是我老婆，和我兄弟勾搭在一起，你问我干什么？周芷上前，宋野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。我面无表情，周芷，你先走吧，我和他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。他沉默了一会，对我说：“好。”对于他莫名其妙挨了一拳，我是感到抱歉的。可眼前我暂时顾不上什么，身心疲倦地开口：“谢谢。”看着他驱车离开，我回头看着宋野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是说好聚好散吗？婚已经离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放过我呢？你一贯的高傲自持呢？做人别让我看不起你。”宋野手指轻轻捏紧：“好聚好散。”刚离婚就迫不及待和我兄弟搞在一起，很难不让我觉得你是因为他才要和我离婚。温暖，我是怎么教你的，让你变成如今这副脏样子？我心累地看着宋野，你自己心里脏，就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在你为了许和一次次将我丢下，多次夜不归宿，婚内出轨，还理所应当贬低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脏？大庭广众之下和他卿卿我我，差点打野战，你怎么不说自己脏？宋野，对于婚姻，对于你我问心无愧，我是很依赖你，但那是曾经。在你一次次做出令我作呕的事情，还默认你的情人挑衅到我头上的时候，我就不再需要你了。尽管我说了这么多，宋野的表情也只是在听到他和许和事情的时候变了一下脸色，依旧是记忆中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行吧，这次就算是我的错，是我没理清和顾客的关系，只是他的情况确实紧急，你也理解一下。不过我可以跟你保证，我以后会摆正好态度，和许和只是主顾。这番发言真的很宋野，他就是笃定我非他不可。我不能理解，他情况紧急，到我这就是小打小闹，不值得一提。既然我什么事情都能自己做，还要你干嘛？自从许和回国，只要一个电话过来，无论宋野在干什么，都会第一时间赶到。记得有天夜里，我听到他在书房和许和打电话时说过，曾经我没能力保护好你，让你吃尽苦头，现在不会了，他是不再受苦了，让我受着是吧？小偷闯空门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打电话给他，他却说，那你打电话报警给我说有什么用？我是能飞过来救你吗？当时的他正在陪许和逛街，夜里我突发肠胃炎，他说，我这很忙，你直接打给120吧，别什么都依赖我，你不是个小孩子。等我第二天在医院醒来，看到昨晚许和的朋友圈，不出意外的，宋野也在。这辈子我做过最大胆的事，就是厚着脸皮追宋野。他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温暖了我，成长的路上没少帮我，让我一度以为自己离不开他，只要见不到他，我就没精气神，肉眼可见的颓废。那个时候的我确实很恋爱脑，我丢掉女生的矜持，
热脸贴冷屁了1年，异常粘人，敏感，爱猜忌，善妒。宋爷很不喜欢，所以他亲手将我打回原地，再一点一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打造我。一度他是要即将成功的，可他忘记了，我不是个物件，是人，是个有血有肉、有自己思想的人。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。话毕，我直接转身上楼，独留宋野一人站在原地。宋野自那天起就没再露面，等我潇潇洒洒借着出差完了2个城市回来，总公司的执行负责人却突然找上我。当时我一进公司就感觉气氛很怪异，路过的人不再和往日一样热情地和我说话，坐在工位上的下属一见我来，急忙低着头不愿和我对视。我还在奇怪时，瞥见办公室里坐着的人，心中似乎有了答案。来人一脸严肃，直勾勾地看着我走过来，心中突然燃起一丝不好的预感。刚坐定，对面的人就把手头上一叠资料丢给我。有人举报你在职期间利用工作便利进行不当交易，所以才能在短短3年间上升的飞速。外出办公期间也借机和顾客发生不当关系，才能拿到资源，以及出卖公司内部信息。我一愣，王总这一听就是假的，你也是看着我一路走过来，不会不清楚吧？资料里的照片和文字，我从来都未做过。王总眉头微皱，我是知道，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在公司造成了不小的影响，单凭我一个人也无力回天。不过公司也是相信你的，不然也不会让我专门过来。顿时有什么从我心底划过，一股子凉意在蔓延。我突然轻笑一声，所以呢？公司准备怎么处理？停职调查？从公司出来坐进驾驶座，我一直在想会是谁。我想过公司所有人，甚至怀疑到许和头上，都没想过会是宋野。宋野对于工作极其认真严苛，他从不允许容忍有不正当的一系列行为出现。可事实证明，我还是不够了解诡辩的男人。因为我刚刚到家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是许和。他一改往日，装出柔弱大度，得意洋洋地炫耀：“听说你工作也凉了呀，真可怜。”原本丢了老公就已经很让人心疼的我面无表情：“是你。”许和放心一笑：“对，是我。不过不只是我，不然光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，又怎么能知道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呢？是了，最清楚这些内部构架的只有他，公司曾经的副总，我的前任丈夫宋野。”我还是给宋野打了个电话，一接通，他开口：“只要你回来，我立马给王总打电话。你的职位还是你的。”停顿了几秒，继续：“其实我也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能做到如今这个位置。还是蛮让我惊讶的。”我冷笑：“宋野，你不会真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下去了吧？”他理所当然。不然呢？现如今我离开公司多年，照样能让你停职。这么多年你在公司，不会真以为是你的努力吧？大家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会给你资源和好脸吗？我沉默，见效果差不多了，他的语气软下来：“只要你回来，我们复婚，一切照旧，公司的那个位置依旧是你的。我这也是给你上一课。”我说：“宋野，你真恶心！”直接掐断了电话。他的话对我毫无伤害性。我这几年怎么过来的，自己最清楚。他的面子，他或许忘记了。离职之前，他专门跟我说不会给我任何人力物力支持。我不是小孩子，想要的东西自己去拿。这话我听进去了，现在也一直记得。想要的我会去拿，不要的东西就算金贵，在我眼里也一文不值。我登录电脑，
点开一个联系人，编辑了几条信息过去。周芷给我打电话，是我没想到的，他直接开门见山，分公司的负责人突然要离职，你感不感兴趣过来帮帮忙？我反问，你觉得以我的能力可以胜任吗？我的事你不会不知道。周芷低笑，当然，你的大名在我们公司可是如雷贯耳，大家巴不得你来呢。至于你的事，我并不相信那些说辞，你的实力有目共睹，既然他们不珍惜，就别怪我们高价挖漏。很惊讶，也很感动，感动他的信任，也恰恰说明这几年我的努力没有白费。你可别忘了，1年前你代表你们公司招投标，方案完美的轻松碾压一片，我们公司企划直接封你为偶像。我也笑出了声，我很贵的啊，那我多努力努力，应该还是能请得起你。好，通话的最后，周芷极其严肃地说，温暖，你很棒也很强，离了宋野的你只会更加耀眼璀璨。和周芷沟通得很愉快，第2天我就受邀去他们公司参观，体验到的氛围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的。当晚我提交了离职材料后，紧接着收到王总的电话，小暖，怎么突然要辞职了？你的事我们这边也查清楚，全属构陷，我们也通告全公司上下为你证明，你看嘛，是不是该回来上班了？我淡淡一笑，不用了，王总，我去意已决，如果我没提出离职，这事又要被拖多久才能解决呢？这些年在公司经历的够多了，我想贵公司也不想我在临走还要闹个大笑话。事情进展很顺利，宋野来找我的时候，已经是我入职新公司的第3天，他的模样有些颓废。听说你换了新公司，我轻轻勾起嘴角，这不还多亏了你，不然我也不能这么快离开那个让我内耗的地方。一语双义，他应该懂。宋野静静地看着我，真得没可能了吗？不然呢？为什么？我皱了皱眉，我想之前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吧，一直纠缠真没意思。他的表情有些呆滞，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，真讽刺，这不多亏了你吗？我的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了，我跟着亲戚吃百家饭长大，在我成长的路程中，没人来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也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三观，什么是礼义廉耻，一切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慢慢摸索出来的。宋野刚刚带我的时候，他一脸不耐地说，你怎么这些常识的东西都不懂？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？刚开始的我一度因为这些话久久不能抬头。宋野不是个好丈夫，但是也因为他才能有现在的我。如果他安分守己，互不干扰，我可以做到和他陌路不再联系。可宋野脸色白得难看，他嘴唇微微颤抖。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我知道我很多所作所为伤害到了你。对于许和这件事上，确实是我没有处理妥当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你离开。许和去公司举报你，我事先是不知情的。我起初没有想这么做，之后也是希望你能回来，我不能没有你。真好笑，这句话我足足等了6年，在我最不需要的时候，偏偏却轻而易举得到了。宋野回不去了，他曾将我的自尊深深踩在脚肚，是我一步一步爬起来，修修补补，成为现在的自己。我不接任何陌生电话，宋野打不通电话就发短信，跑来我家楼下堵我。温暖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不去联系许和，不再做任何你不喜欢的事情，只要你回来。发现行不通，他就跑去我公司楼下，拿着喇叭，还雇人拉了横幅。楼下我静静看着他的小丑行为。周芷走到我身旁，给我递来一杯美式，需要我帮你解决吗？
我嘴角一勾，不用。一辆警车在不远处停下，将宋野一赶人全部带走。看着这一幕，我慢慢悠悠地拿出手机，喂，你好，我举报宋野担任律师期间，私自收取委托人大量钱款，伪造证据，致使案件胜诉。这还多亏了他联合我前公司让我停职后跟我打的电话，才让我想到他既然会做这种事情，想必他自己的工作上也不清白。找人一查，果然不干净。开庭那天我去了，最先见到的是许和，他眼中的极度愤怒掩盖不住。凭什么你都走了，还要来祸害我们？你就这么见不得我们过上好日子是吧？你心怎么这么歹毒？他的样子滑稽得如小丑。我轻笑，这句话我同样送给你。不过我还是很庆幸有你的出现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自顾自地回答，因为是你的出现拯救了我，让我走出深渊。因为他的出现，让我突然发现，原来宋野也是个普通人，甚至有些恶心。我还见到了宛如老上10岁的宋野，他被铐在中间，低着头听法官的宣判。或许感应到什么，他突然回头，与观众台上的我对视，我的笑脸和他的苍老颓废形成鲜明对比。恭喜他喜提缝纫机。我生日那天是在国外分公司，那晚的工作进行到很晚才结束。等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办公区一片黑暗，抹黑走过去准备开灯，突然强光一闪，公司的人从各个角落钻出来，祝温总18岁生日快乐。周芷推着一个5层的生日蛋糕最后出场，他清冷的面容上多些真心的笑意，在烛火的映衬下帅气逼人。他来到我身旁站定，大家最近一直在苦恼你的生日该怎么过，我寻思干脆大家直接一起给你个惊喜，怎么样？感动吧？我轻笑，接过周芷递来的礼物盒，一鼓作气吹灭蜡烛。初秋的夜晚微风徐徐，我和周芷站在落地窗前，将整座城市一览无余。真正的生活这才开始。成长中坚强的小女孩，生日快乐！你最棒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